我都没有到我怀孕了，他还是不理我。吓他都没用，这男人真烂呢！不要也罢。不过我真服了你，怎么想出这个烂招啊？那他发现党不是也说，如果女主角跟男主角讲我怀了你的骨肉，然后再很希望男主角都会回心转意，不是吗？所以说他不是很吸，他根本就连心都没有了嘛。不要哭了，不要哭了，这头还痛不痛啊？我现在觉得这里比较痛，心痛，心痛再痛也没有我痛。分手的时候要我把我的 LV 还回去，我的 LV 啦！他连路边摊都没有送过给我，那你比我还惨。好了，多吃一点补充体力，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他骗了，我快帮你找一下。我想要换口味，但是我只有买一包。有没有一杯水，喝了之后就会忘掉忧伤？等会，收口，喝掉就没事了。啊，多喝点的，不好意思哦，组长，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对不起。抱这里比较安全。学长，我怀孕了。你自己处理，不要赖在我身上。什么叫做赖在你身上？我只跟过你一个人呢。谁知道？我终于看清你了。你早就该看清我。有没有一颗药，吞了之后就不会再伤痛了？我从来都不知道失恋会这么难熬。失恋后的这段日子，幸好有学姐的陪伴和安慰。报复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得很灿烂。热心的学姐以过来人的身份跟我分享经验。治疗失恋最好的方式就是再谈一次恋爱。于是，我决定接受学姐的建议，重新出发。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我们要谈一个还蛮深刻的一个主题，那个叫情商。当我们约会不一定都是很美好的
有些时候约会会就是戛然而止，有人可能约会还不错，可是到要进入婚事啊，谈婚姻也谈不下去啊，所以有些人呢，其实真的就不断的被很多感情的创伤啊，好像缠累了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谈谈啊，这种在我们人生当中，尤其在我们的爱情的一个发展当中，有可能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啊，就是我们的情伤。好，我们现在来请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现场的来宾来给我们写一写，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分手的经验？还有几次？还有分手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哇，真的是啊，有的人的丰功伟业啊，令人啊肃然起敬哈。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位家长0次啊，所以你是这个1次就成功的，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呢？不会啊，遇到这位好男人没有遗憾。他在电视机前面已经热烈盈眶，你有7次哦，哇，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无穷无尽，你知道吗？真的。我刚好切合现在的主题，就是我现在也是在情伤分手。我连就是昨天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女主角，就是他们很亲密的时候，我都还会想起就是前女友身上的味道跟温度这样。对，就是我觉得就很容易触景生情。对，所以也就是因为太多的感情之后，才知道自己说 OK， 我现在大概自己想要的女生大概是怎么样子。那目前也就是在等待这个对的人出现。2代的分手经验当中，有被劈腿的惨痛经验的就有4位，也不乏有相当惨痛的情伤经验。至于到底怎么走出情伤，继续听听洪老师怎么说。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分手在人生当中当然是一个锥心之痛啊。那分手有人都知道，没有好好学习的话，真的也会带来一些你知道毁灭式的分手。对不对？哇，那个真的叫做什么？叫做玉石俱焚，对不对？那当然有一些堕落的这个分手方式，借酒浇愁啦有人哀哀怨怨，对不对？从此以后呢，整个以泪洗脸，对不对啊？足不出户。当然也有一种，就像您讲的啊，你们是一种成长式的分手，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相隔2地啊，那我们先协议好，我们就先分了啊，对不对？那就期待以后的可能性，整个感情的生活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可以讲说是非常撕裂的啊，然后呢让人有时候是很难承受啊，因为爱呢，它是一个我们常常讲说是一种很剧烈的这种化学作用啊，它不是混合，它是化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那个爱的抽离，那个伤害，就是伤口一样啊。有一个歌的歌词说，当爱不在的时候，连回忆都是多余的。可是我们从剧中的这个情节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好像即便是分了手，可是好像还是常常魂萦梦牵呐，想的都是那个过去甜蜜的一些画面呐，那一些点点滴滴，好像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请各位现场的好朋友来谈谈说，当你分手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个我们3号的好朋友曾经被人家拒回礼物嘛然后呢又这个到人家家里又吃了闭门羹。那之后呢？之后你是不是像我们思涵一样会想很多？会，一定会想过去的种种那个情境啊，到那个地方就会见景思情啊，也因着在教会里面牧者会辅导，会安慰不然当下我的心亲像尖在胃真的哇！所以我的心肝会艰苦。明白，是，哇，那听起来也是现在他虽然是在笑谈之间可是当时可能流了不少男儿泪。真的。您呢，就会常常想到那些画面吗？会吗？一开始吧，大概前几个月，对，之后就像他讲的，会想到它的温度想到它的气味没有那么严重，味道不会那么严重，不会一直唱辛晓琪的歌，不会，大部分都忙就自己的事来专忙自己的事，专一做，所以你算是恢复得很快的，是不是？那分手以后，通常有哪一些会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就看到呢，这是一个学者叫Duck，他发现通常分手一开始就是一个关系呢开始有一点好像破裂关系不再是像过去那么圆满你们刚刚讲说很 matchy 对，那慢慢的呢，开始会有一些内心的挣扎。对，其实你知道分手它一定有一些蛛丝马迹，分手不会说好像昨天还好的来，今天就忽然我们分手有，但是这个是特殊情况，对不对？正常情况一定你会看到暗潮汹涌
对不对啊？总有一些痕迹是可以看出来。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内心挣扎，说这样继续下去好像也不是办法，对不对？然后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所谓的谈判啊。通常如果一个人要主动跟人家分手，会走过这些心路历程啊，就会暗示对方啦，委婉的想办法啦，来说明啦，哈。那之后可能就是什么，有一个叫做社交球员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希望有些人来帮忙，对不对？你看，譬如说寻求外援来合理化自己的决定啊，比如说请朋友告诉他，对不对啊？请他认识的人来跟他讲说，可能你们在一起不会幸福了啊，你们不适合。那甚至有些时候动用一些长辈啊，对不对啊？一些权威人物来提醒哈。那么最后当然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善后的处理啊。那么是不是能够好聚好散？虽然大家分了，好像那个整个主动分手常有的一个过程。可是这听起来这个每个阶段其实有时候是拖很久的一个过程。好，在分手当中，我们看到在剧中人物，对不对啊？他就有点比较，其实是有点迟钝。当那个陈翔不再就是说对他嘘寒问暖了，对不对啊？不再言听计从，开始对这个思涵有很多的疏离的时候，其实那个都是一些讯号。我们是不是就这一个分手的这个历程整个心路历程，我们好朋友大家也会来分享一下哈？您要不要那个3个好朋友可以先说看看？我2次都是突然间拒绝的。而且第2次是透过牧师来找我约谈，是跟我约谈的时候，我吓一跳怎么可能呢？昨天才一起从南部上来，怎么变这样子？所以牧师那一次跟我约谈到凌晨快3点，是叫我住在他家，怕我去想不开，真的调试了半年，到最后都很健康的去面对对方。所以当我第3次的交往论及婚嫁以后，第1任女朋友说要帮我收礼。第2任女朋友是帮我布置整个教会婚礼的那个花的会场，所以他们都是基督徒，对，很棒所以在共同的信仰里面，对不对可以减少很多分手的伤害。其实我觉得分手以后一个很大的破坏，尤其是被动分手，就是说不是很理性、很和平的分手，就常常就是自我概念的整个分解，会不会？对，我觉得就是会像，就是好像整个人破一个大洞，然后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被剥离的感觉。你有看过同学这样吗？会，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真的吗？那时候刚开始分手的时候，会一味的把就是整个分手的错怪在提分手的那个人身上，然后我会觉得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不对。后来我的状况是因为就是成绩就是整个从班上前几名就滑下来。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导师有发现，所以他就有把我转介去心理咨商中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接受专业的咨商半年这样。是。所以表示你也走过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对，可是我觉得透过就是专业的咨商，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就是老师会教你怎样从正面看事情，然后老师他可能会告诉我说，就是其实在感情里面2个人是跳双人舞的，所以其实不可能，就是如果1个人跌倒，一定是就是不可能是1个人的错。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后来老师会告诉我说，他觉得，如果在感情里，其实分为2种。那一种人可能他是觉得2个人他的成长是需要空间，就是他比作是2棵树的关系。可是如果说你在感情里面是2滴水的关系，那你可能就是彼此他会希望有更多的结合，更多的分享。可是那如果2个人在感情里面，他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去相处，其实2个人不太能够真的很长久的走下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整个分手的一段就是悲痛的经历，把它化为正向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像跳舞一样，也是会绊到脚。